上午许愿池刚开门啊，有一姑娘来找对象，我一看这年龄有点大呀，一问年龄40岁了，我以为她是离异的，人眼一翻呢，告诉我是未婚的。乖乖呀，听完之后我咯噔一下，完了，40岁未婚的，多数的不好搞啊。坐下我就跟他唠啊，想找个什么样的呀？他说自己是医生，83年的，有车有房有存款，这收入可观，想找个副厅级以上的公务员啊。大家自己想想，或者1年100万以上的男人。我一愣，大早晨咱能不能提点正常的要求啊？好想踹一脚那门口的王八，这门又没我看好。我好言相劝呀，不好找。你这条件虽然好，但是男人看中的多半他不在你的经济条件，而是你的年龄、外貌、性格这一些。有这条件的男人啊，人有能力啊，可以选择更好的。这姑娘啊，聊着聊着就说到了自己的过去啊，特别的后悔。30岁那年呢，本来是应该结婚的，有了一个谈了3、4年的男朋友。人男方呢还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，国企工作。就是因为家里是农村，条件比较差，他父母就有点嫌贫爱富，鼓动他呀去跟另外一个家里开厂子的男人相亲。他也觉得自己条件好呀，应该找个更好的。结果人家相亲的对象啊就没看上他，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。他后来呀就开始不断的去相亲啊，要求非常明确啊，就要找条件好的。那时候他也好找，那医生嘛，很多男人都愿意认识他的。但是他的要求啊，他不仅仅条件，还有眼缘感觉啊。另外要求这男方得情商高，会疼人啊，不是看不上这个就看不上那个。他看上的不是嫌他年龄大，就是嫌他家条件也不好。两方啊互相挑挑拣拣，没一个满意的。一晃35岁了，父母急了呀，也不嫌贫爱富了，劝他只要这个男人条件差不多就行啊。女人呢还得生孩子，你别耽误太久。但这姑娘她不甘心了呀，那周边朋友同事一个个都等着看她笑话呢。我就不能随便嫁了。好了。又挑了5年，40岁了，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年龄越大越不好找了呀。想想年轻的时候，那遇到的哪个都比现在好呀，顿时后悔了。这个媒人呢，劝他赶紧找个2婚不错的吧。这有娃呀，他怕和前任之间啊这关系藕断丝连；没娃了，他还觉得，这么大年龄了没结婚，都是别人挑剩下的，是这儿不愿意那儿不愿意的。行了，慢慢的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少了，父母基本也都放弃了，亲戚啊那笑都笑去吧。好在呀，这姑娘自己的条件她也不算差。这些年混的也算是越来越好啊，还能撑点面子。对外呀都说这些年都是忙于工作才没有找，真实原因啊那只有自己知道啊。现在想着呀自己过这一辈子那肯定不行啊，还是要找个伴。于是呀他又来找我找对象啊，那要求啊还是说呀想找个有能力的，条件别太差的，长得还好看，情商要高点的男人。我叫对象从来不瞎介绍，这找人结婚你首先一定是合适的，其次才是你喜不喜欢。过了35岁啊，还没有结婚，你就应该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了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看你自己想找什么样的，你得看这个市场上的什么样的才能看上你，这叫合适。我就给他建议啊，你想找条件好的是吧？你就往老了找，大个10岁、20岁的都可以，得有点奉献精神的。50岁的男人啊，有没有钱的一眼都能看得出来了，社会地位什么都知道，车房、年收入、存款，甚至退休金多少你都能知道。人娃都上大学了，也不用你来养了。他还比你大那么多，你可劲儿挑，你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。他一提不愿意啊，觉得那50岁都半百了，那半截都埋土里去了。我自己可不想伺候老人，想找个年轻的。好，你想找年轻的，咱就往小了找，小个10岁、8岁的都行，主打个情绪价值、精神陪伴。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要求别人的条件了，该给人家买车买房你就得抓紧，也别太小气了。我相信自然呢也会有人愿意。这带出去一看呀，你就是那有能力的人。里子面子里都有了。他说那不行，那我这不成包养了吗？大姐，你找对象你不可能什么都满意啊，什么都让你占了。他说想找个同龄条件好的，我说可以啊，那你就找个离异带娃的，心甘情愿呀去给人家娃当个好后妈。他不愿意，觉得牵扯太多了，想找个不带孩子的也行啊，那就找个条件不如你，和眼缘，工作稳定，愿意对你好的。他一听也不行，心里不甘心啊，就是要找个条件好的。我这一听啊，出门右转王八送客。很多人找对象你就光想着找，从来不问问自己为什么找不到。你知道原因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容易脱单的。错过你后悔有什么用啊？你应该是珍惜当下，在当下找到一个最合适你的。想一想啊，真想入个伙啊！这养老院呢，那是未来可是个朝阳产业。嘿嘿，散会。相亲市场上有些姑奶奶，你真的能让我们给气死啊！着
着急的是你，慢热的是你，要条件好的也是你，又嫌弃没眼缘的还是你。你说说你咋事儿这么多呢啊？有一个姑娘在移动上班，一个月3、5千块钱，36岁了。我喊声姐没毛病了啊，应该是5、6月份来找我介绍对象，跟我说呀，特别着急啊，要不结婚啊，这生孩子都高危了。说自己不挑了，哎，这个男人好就行，要求也不高，有房子有贷款也都接受，工作稳定就可以。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月啊，我给他介绍了一个男士，比他小了2岁，人家呢也不嫌他年龄大，市中心有房子还是全款，工作也稳定，年收入还不低嘞，一个月能有个1万把块钱。这条件配这姑娘，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啊。就是男士啊个子矮点，不太好找对象，人要好找，他也不找这姑娘，对吧？他一看男士的条件就特别愿意，觉得男方啊条件好啊。介绍没2天，两人就见了个面，男方为表示诚意，还请他去了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啊，花了不少钱。哎呀，这回去之后啊，这两人给我的反馈都挺好，觉得可以发展看看。这平常两人上班都比较忙，就微信联系，只有周末能约出来见个面。就这么认识了2个多月，男方表白了啊，哎呀，没成想他给拒绝了呀，理由是自己是慢热型的啊，要了解看看。哎呀，人男方等不及了，觉得这2人啊都是要奔4的人了，哪有时间去追你，还要了解看看，直接就不联系这姑娘了。他就有些气急败坏来找我说，这个男士啊没耐心，靠不住。哎呀，咱这心里窝着火呢啊，着急的是你，慢热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他和我说呀，觉得这个男士啊有点太矮了，自己心里不太能接受。我说你不接受怎么不早拒绝呀？他又说呀，怕拒绝了这个条件的，再找不到这么好的了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啊，去医院吸了个氧。上个月我又嘚嘚嗖嗖的给他介绍了一位离异未育，35岁，比他小1岁。男方呢也是觉得自己是离婚的啊，不太敢找着条件好的，愿意跟他认识一下。小伙子1.8米几的身高，性格也温和，自己开店啊，也是有车有房，条件真的没得挑。哎呀，这姑奶奶当时听了就很满意啊，结果2人见面之后，这态度又越来越不积极，约他呀总是有忙不完的事。你问他，你给个痛快话，是不是不喜欢男方？他又说男方人还行，挺喜欢。就这么2人认识了有1个多月啊，人男方呢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他又给人拒绝了，说再相处看看。人男方慢慢的没了耐心啊，也不联系他了，他又过来找我说男方目的性太强了，太着急了。哎呀，气得我呀！你不是说条件合适的，你闪婚都愿意吗？他说是呀，男方条件虽然可以，但是一想到男方是离婚的，他就接受不了。那一瞬间啊，咱是无话可说了。哎呀，你快去找其他的媒人给问问吧，我这是帮不了你的。他跟我说啊，其他的媒人资源都不好，而且不给他介绍。最后呢，我也是找了个理由啊，把这个事情给推过去了。今天中午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家里人又开始催婚了，他又着急了，压力太大了，希望我能再给他找找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是直接给他拒绝了，真的啊，没法伺候了。很多啊，这相亲的姑奶奶啊，你们能谈就好好谈，不能谈就拉倒。你嘴上说着相亲，想着今天就嫁人，实际上见了那么多了，还是闲这儿闲那儿，就是一副冷淡不拒绝不接受的态度。跟你们相亲啊，那过程就像极了孙猴子护送唐僧取经啊，你都不知道你下一个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。如果你都在这个年龄了还没有成长，那大龄它就是一记暴杀，还不如那些年轻女孩子，虽然幼稚，但人呢胶原蛋白多呀。你们要再这么挑啊，我感觉我都得早点开个养老院。哎呀，组团养老，我瞅着一定能火。好多伙伴跟我说呀，哎呀，姐姐啊，你每天都吐槽一些奇了八怪的，怨我吗？这世道啥情况不一数吗？那王八都离职了，信息都没了呀。咱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啊，你们得记住一句话，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不幸的故事呢才千奇百怪。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，我印象特别深啊，那是我做婚恋这么多年头回遇到一个3观非常正的女孩子。96还是97的啊，私企上班，大专学历，长相就是那种一看就很单纯的人。他来找我啊，主动跟我说自己家条件不好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家里有个弟弟，但是因为年龄大了，不想家里担心，想找个对象。你跟他说话就感觉到那种很淳朴啊，很朴实的感觉。我问了他基本情况之后啊，他跟我说了一段话，我印象特别深啊，大概就是啊，我家里是农村的，我不介意别人嫌弃我，但我从来不因为我父母是农村而觉得丢人和自卑。相反，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，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桌很普通的饭。你和他沟通完之后啊，你就觉得这姑娘真的超懂事，3观超正。她是觉得条件都是暂时的，只要一家人齐心啊，努力生活，一定可以把日子过好。后来我就给他介绍一个电力公司的一个小伙子啊，95年的，大了1岁。当时他们俩是老乡，小伙子个子挺高啊，这话不多，一看就是老实人。他们俩在办公室的第一次见面啊，互相印象都挺好。后来这2个人就每个周嘛，一放假就去约会啊。
两个人都没有车嘛，就坐着公交车去海边、去动物园、去游乐场。两人赚的都不多，这姑娘出去约会从来不要求吃贵的，而且买单是有来有往，过得也是比较节省。就这样，两个很普通的人啊，慢慢走到一起啊，也没有什么表白。就是有一次啊，饭后两人沿着马路散步，这男士呢就主动牵起这姑娘手，问她我能一直牵着吗？人家姑娘很开心啊，说行，你牵一辈子都行。于是这两个人在路口坐着呀，就看着车来车往啊。这男士就说呀，我条件不好，其他相亲对象都比较嫌我房子在郊区啊，家是农村的，一个月只赚几千块，你难道不嫌吗？人姑娘就说嘛，那有啥呀，我不也是农村的吗？我一个月比你赚的还少，我还买不起房子嘞，你比我厉害多了。哎呀，这男士听完之后心里很开心啊，指着就路上的豪车就说，我一定努力让你也能坐在这个车里。哎，指着远处的房子说，我一定负起责任，把生活过好，我们以后也会在这里买一套房子，你在家里照顾好孩子，我就使劲赚钱。就这样啊，两个人是确认了关系，谈起了恋爱。生活当中啊，两个人是互相帮助，遇到问题会很耐心的问彼此的意见，两个人从来没吵过架。去年11左右，女方家里想看看这个男孩子啊，这姑娘就带着男士啊去了商场，给他买了一堆衣服，给他打扮的漂漂亮亮，去见了女方父母。人女方父母也没有问很多关于车房的问题，而是问了很多关于以后家庭打算，说了女儿的缺点，希望能够多包容多担待，做得不好就跟家里人说。男士听了呀，很动容啊，和谐的家庭氛围啊，让人觉得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后来这女方也去了男方家里，也见了父母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幸福的人呢，他没有太多狗血的过程。年底订婚啊，这家里商议给彩礼的时候，男方父母说家里这边习俗啊是给3.8万的，但是也不想亏了女方，给了8.8万买了3金。女方呢也给男方的父母买了2身衣服和鞋，给男士也买了金戒指，陪嫁了6.6万。订婚完呢，两人就去领了证。这个准备正月回村里啊是办婚礼，很多人问我啊，哎呀，你这边奇葩的怎么那么多？那是因为幸福的人都很低调，他们的故事从来不狗血，只有平凡和普通。也正是这种很平凡的生活，确实让大多数人都很羡慕的。